叶子，叶子，不好了！你男人跑了！我连对象都没有，哪来的男人？起开！叶子，快甭睡了，快甭睡了！你明儿个就要结婚了，但苏景川那个天杀的带着咱家凑的嫁妆连夜跑路了。我靠，被窝外面是寒冰地狱吗？等等，这不是我家啊！这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国内吗？燕子，你又发啥疯啊？你男人都卷钱跑路了。你老哥我倾家荡产才给你说了门婚事，现在那个杀千刀的苏景川卷钱跑了，你婚事黄了不说，咱家这下连买米下锅的钱都没了。我好像穿越了，还穿到了80年代的渔村，穿成了个力大无穷、人嫌狗厌的女疯子。哥，别嚎了，你先告诉我，咱家给她的嫁妆到底有多少？500，整整500块钱，还有3斤棉花，2张布票，那可是我跟你嫂子攒了半辈子的命根子啊！拿了我的钱还想跑？哥，带路，咱们去苏家讨债。燕子，你冷静点儿，可别闹出人命啊！哥，你说什么呢？我可是正儿八经的祖国花骨朵啊，哪会干的这么可怕的事儿呢？你看，我现在是不是特正常？眼神是不是特清澈？我已经不疯了，你相信我吧。哎呦呦，信，我信。燕子，你先撒手，我手快断了。哦，忘了我手劲儿大了。跑路也不带上老娘，把这么大个烂摊子留下来让我顶雷。要是那个张家的疯子来找我讨债，我这把老骨头还不够他一拳砸的。不行，得锁门，得把大门锁死。等会儿那个疯子要是来了，我就死活不承认，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不好了，张飞义那个疯子提着刀杀过来了。完了！哎呀，婶子，你这是干什么？还没过年呢，就给我行这么大礼，小辈儿可受不起啊！哎，谁给你行礼了？我这是被你撞的。哦，那看来你不是为了你儿子骗婚卷款潜逃的事儿跟我磕头谢罪了，那我白高兴了。也不知道张飞燕又要怎么发疯。苏家老大也是有够狠心的，早不走晚不走，偏偏这个当头走，还把人家聘礼卷走了，也太狠心了。我就说嘛，苏家老大长得细皮嫩肉的，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娶张飞燕那个疯婆子？人家肯定拿着钱远走高飞，攀高枝去喽！活该！那疯女人整天仗着力气大，在村里欺男霸女，哼！这次连到嘴的鸭子都飞了，我看啊，她这辈子都别想嫁出去了。王翠华，还钱！你儿子跑路了，那500块聘礼就得1分不少的还给我。哎呦啊！哎，我的老天爷，老天奶啊！我不活了啊！苏静川那个没良心的小畜生卷钱跑了啊！留着我这个半截入土的老太婆顶雷呀！柔父，你今天就是让你妹妹砍死我，我也掏不出半个子儿来呀！婶子，我怎么会砍你？我可是正儿八经的祖国花骨朵，
绝对不会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儿。哎，你儿子跑路这事儿，你应该事先不知情，我就不跟你要钱了。回头我把苏景川找回来，跟他本人要。完了，燕子又发傻癫，看来这次是真要闹出人命了。燕子，你放过我们家景川吧，他就是个不成器的东西，你找他也没用啊。燕子，要不然算了吧，这钱咱不要了，500块钱而已，咱别闹出人命啊。3天之内，要么交人，要么交钱，否则我就把你家这破房子拆当柴烧。你一定还，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一定还清。哎，这就对了嘛！我一向主张和平解决，咱们能和平达成共识就好。这他妈叫和平解决？唉，果然还是发电好使啊！明明我一开始只想做个正常人。张姑娘，我哥欠的债我来还，我明天就去镇上扛包做苦力，以后每个月赚的钱全都给你。哇，这颜值放现代都能出道当明星了。去码头扛包，就你这副身子骨，扛2包半路就得渴死。既然你自愿替你哥还债，那好，你替你哥入赘张家，那500块钱的聘礼就一笔勾销。燕子，你疯了吗？他一个病秧子，娶她回来等死吗？对啊，我本来就是疯子啊，你今天才知道？你造孽呀！这么俊俏的一个娃娃，落到这个活阎王手里，还不得被折磨死？就是，那疯女人肯定是因为没嫁出去，疯病又加重了，专门找个软柿子回去当出气筒。苏家老二绝对活不过这个月。燕子，你可真是菩萨心肠，文言跟着你那是他的福气。你放心，他要是敢不听话，你尽管打，尽管骂，不用给我面子。你杵在这儿干什么？我养你到今天已经仁至义尽了，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你自己算算，这么些年下来，你欠我多少钱？现在正好，你跟那个疯子回去，我就大度点，免了你欠我的钱。在苏家当牛做马20年，连咳血都要被赶去劈柴。原来在妈眼里，我这条命就只值甜品哥这笔的烂账。算了，反正在苏家漏风漏雨的柴房里冻死，还是被这个疯女人折磨死，又有什么分别？我都认了。燕子，你图啥呀？那个病秧子连个重活都干不了，咱还得花钱抓药给他治病。当然是图他长得好看啊，看着就能多吃2碗饭，这叫秀色可餐。那小子长得再好看，他能当饭吃吗？总比苏景川那个白眼狼强吧？哥，你真觉得我嫁去苏家是去享福的？就王翠芳那个泼皮无赖样，我嫁过去就是个免费的长工。现在让苏文言倒插门来咱家，在咱自己的地盘上，谁敢欺负我？燕子，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有条理？你这哪像个疯子？哥，你刚才还说我疯呢，我要是不疯能娶回来苏文言，正常人谁会想要个病秧子奶奶？说的也是。这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啊，连口饭都吃不起。我穿越一趟，难道就为了来体验80年代的农村饥荒吗？苏文言看着不像是肺痨，
应该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肺有点问题。只要有钱买肉买药，好好静养，完全能把人养得白白胖胖。就这破装备，放现代连收破烂的大爷都嫌弃，丢垃圾桶里都没人要。不过现在也只能凑合着用了。这个年代看病吃药可是一笔巨款，必须得赶紧赚钱给苏文言治病。我得去村东头那片海边弄点东西，你就乖乖到炕上躺着休息，把被子裹严实点，别吹到风。我走了哈。这疯女人怎走了？说什么去海边弄点东西，怕不是故意把我丢在这个破屋子里等死。哟，你们快看，这不是张家那个疯丫头吗？拿个破钩子要去干啥？该不会要去捕鱼吧？一个疯子还学人家赶海抓鱼，龙套爷的虾兵蟹将可不怕那一把子蛮力。这海滩上的肥货，要是能被个疯子捡着，母猪都能上树了。咱可得跑远点，等会儿那个疯子空着手回来，肯定又要发疯乱砍人。这坨狗屎长得可真像样，看看这形状，这成色，嘿，里面居然还有一整个玉米粒呢！捡这种碎壳子，那是你们这帮老胳膊老腿干的活儿，都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着。看本百万粉丝赶海独主，今天怎么掏空龙王爷的家底儿，让你们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你们快看，那是不是张家那个疯子？疯了，真是疯了！那可是阎王礁，水深浪急，石头滑，跑到那上面去，脚下一滑就得被海浪卷走喂王八呀！快去找张荣富，他妹妹要发疯跳海寻死了，再不来人就没了！等等，你们快看，那个疯丫头没事儿。还真是，那丫头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跑到阎王礁上。嚯！这么大个头的纯野生单头豹，放现代高低得卖个10000把块，在这个年代也不知道能卖多少，100、200肯定是有的。这下苏文言的要钱有着落了。我的个乖乖，我看错了吧？那疯丫头篓子里装的是不是半尺长的大黄鱼？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爬那么高，也不怕老天爷一个浪头把它收了去。我操！不是吧？我这么倒霉的吗？这极品大红斑都有我胳膊粗了，那2个野生大珍珠贝看着也不错嘛。龙王爷送的外卖，不收白不收。我操！这是白尾海鹰，这玩意儿放现代可是牢底坐穿鸟，在这个年代却是人人畏惧的猛禽。我要是能收服它当保镖，那得多拉风！
吃吧，以后跟着姐混，保你顿顿吃海鲜大餐。对了，以后就叫你小黑好了。这都涨潮了还没见人影，那疯女人肯定是被大浪卷走喂海王八了。这就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死了也活该。造孽呀！可惜了苏家老二那个俊俏娃娃，刚倒插门进张家第一天就成了官夫，这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哟？那个疯丫头居然活着回来了！天老爷啊，你们看她篓子里装的，那是半尺长的大红斑，还有那么大的单头豹。这怎么可能？我打鱼打了一辈子，都摸不到这么全乎的极品好货啊！这疯丫头是去龙宫打劫了吗？这么大的单头豹，我活了40多年，头一回见。燕子，他们说你去阎王礁寻死了，你没事儿，我的亲娘嘞！燕子，你出息了，哥以后再也不跟你嫂子背后说你是小疯子了。糟了，要是让他们知道我脑子好了，手上还有钱，这帮厚脸皮的极致，肯定天天来借钱。今天借5毛，明天借1块，后天就能把我这篓子鱼全搬空。不行，人设不能崩，发癫才是穷鬼最好的保护色。看什么看？这是我的，谁敢多看一眼，我挖了他的眼睛当鱼饵。谁敢抢我的鱼，我把他点碎了包饺子。唉，造孽呀！果然还是原来那个发癫的小疯子。是海霸王，这扁毛畜生可是吃人肉的呀！大家快跑啊！燕子，快躲开，那吃人的畜生冲你来了！这扁毛畜生居然听一个疯子的话！这出场帅爆了，姐这波逼装得好。看什么看？这鸟脾气可不好，以后谁敢打我张家的主意，我让他半夜去啄瞎你们的眼！燕子，这么多极品好东西，咱留着自己开荤吧。吃就知道吃，这都是白花花的票子。明天一早我就带着这批大货进城，去市里的饭店倒手卖掉，换了钱先买50斤白面、10斤五花肉、5斤豆油，把咱家这破伙食彻底改善了。剩下的钱1分都不许动，全留着。留着干啥？给你攒嫁妆了？攒啥嫁妆？我都有男人了，当然是要把我男人身体养好啊。既然他进了咱家，我就得负责到底。我不光要给他治病，还得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虽说苏文言长得挺养眼的，但光长得好没劲儿也不行啊，得养好了，晚上才有劲儿干活。原来他今天把我丢在屋里，不是想丢下我，是为了赚钱给我买药调理身子。连我亲妈都嫌弃我是个拖累，她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却对我这么好。张姑娘好像是个好人，根本没有妈跟哥说的那么吓人。直勾勾的盯着我看什么？怎么被你老婆的英姿迷倒了？看这小模样，眼尾泛红，含羞带怯的，简直就是个诱人的男狐狸精，真让人忍不住想欺负一把。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动脚的，半点姑娘家的矜持都没有，果然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你们看，那疯丫头居然把苏家小子带出门了，背着那么大个破篓子，这是要去哪儿？完了完了！我听说城里黑市有专门割一关的人牙子，这疯丫头肯定是觉得苏家小子是个吃白饭的痨病鬼，打算进城把他按斤给卖了。
大意了，光想着进城卖钱买药，可这大红斑和单头豹都是极品货，普通的菜市场根本吃不下。到底去哪儿才能把这些大货卖上高价呢？哟，小姑娘，带着个病恹恹的小白脸就敢出门，赶紧把背篓放下来，把身上的钱全掏干净，否则就别怪我辣手摧花啊！就是，乖乖听话，我们刀疤哥对女人可是从来不手软的。特么瞎了吗？看不到老娘单手背着几十斤的篓子，连气都不喘一口的？这个年代的刻板观念这么深，真就觉得女的生来就弱，好欺负。你们别乱来，要钱可以，不许动他。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还逞什么强？乖乖往后站，看老娘怎么收拾这群欺负女人的臭男人！臭婊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呀！女侠饶命！是我们瞎了狗眼，女侠饶命啊！你们不是要打劫吗？行啊，正好老娘要卖货，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这极品单头豹，这大红斑，全都是好东西，吃了强身健体，晚上生猛。你们买了肯定不亏。女侠，我不要啊，我没钱啊！我要是有钱买这么贵的极品海鲜，我还用得着来这破巷子里抢劫吗？我操，说的好有道理。这些混混要是有钱，还用拦路抢钱？少特么废话！老娘管你有没有钱，今天不掏钱买货，我就把你剁了喂鱼！等等，别打！我知道谁呀，我知道谁有钱买。说，是虎哥，成都收黑产的黑市老大，他专门给那些有钱的大老板收这种市面上见不到的极品稀罕货。女侠，你放过我，我带你去找他。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不就找到大金主了吗？女侠，前面那个市场就是虎哥的地盘。虎哥这人脾气暴，心狠手辣，但他有个规矩，只要是罕见的极品尖货，他绝对舍得出大价钱。行，你先进去告诉虎哥，有人带着极品海货来了，让他把现金准备好，滚吧。等会儿拿到钱，咱们就直接去城里最好的医院给你看病抓药。去医院？不行，我这病治不好的，去了也是白花钱。你拿命换来这么多钱，留着自己买点肉吃，不要浪费在我身上。老娘辛辛苦苦赚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这病必须治，我说了算，你少废话。再说了，我在外面拼死拼活赶海赚钱，床下的活老娘全包了，你总得把身体养好，把床上的活干好吧，不然我娶你回来当摆设啊！你不知羞耻！哪有姑娘家成天把这种事挂在嘴前的？张姑娘，总之还是谢谢你肯为我治病。在这个世上，连我妈都觉得我是个累赘，不肯为我花一分钱，她却……苏嫂子，温言这病不能再拖了，我看病收便宜点，你哪怕拿2块钱出来抓几副药呢，不然这病越拖越重，孩子真得病死啊！去，少来这儿骗钱！一个早晚要死的痨病鬼，给他抓药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趁早死了拉倒，赶紧滚！虎哥，人带到了。老子当是什么道上的大人物，搞半天是个黄毛丫头。阿彪，他妈办事越来越不长眼了，什么阿猫阿狗都往我这儿领。不是啊，虎哥，
这位女侠可不是一般人，她可是一拳就……闭嘴！你一个女人，不在家里给男人洗衣服、做饭、生孩子、伺候婆婆，瞎跑出来抛头露面的干啥？赶紧滚！别在这儿碍老子的眼！女人就该给男人洗衣做饭，就该生孩子、伺候婆婆，就不该抛头露面？那咋了？不服气？你们女人除了洗衣服做饭还能干啥？女人还可以把你的脑袋当成这棵树一样打爆。站住！跑什么？老娘是来卖货的。虎哥，我有极品大红斑和单头豹，你收不收？极品货，女侠，能不能让小的看看货？我的老天爷，这么大的野生单头豹，还有这大红斑，这品相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啊！女侠，货是绝顶的好货，但我这也是小本买卖，800块，我全包了，行不？800？你当老娘不识货？光这个单头豹就有价无市，城里那些大老板多少钱都愿意砸，你倒个手，起码赚3倍，跟我这儿哭穷。2000，少一个子儿，我不仅去别家卖，还得先把你这破院子给拆了。别！2000，就2000，女侠手下留情啊！咱终于有钱了，走，我带你去城里最好的医院看病。真要带我去看病？废话，老娘说治就治。你男人不是肺痨，就是普通的肺虚气喘，本身不严重，但这哪是病？这纯粹是被人硬生生折磨出来的。你看看，胃都饿得快萎缩了。大冬天的，是不是还经常让他泡在冷水里干重活？寒气全郁结在肺里，气血严重亏空。这要是再晚送来2个月，就是大罗神仙也难救。苏家那帮畜生，大冬天的让我男人用冷水洗衣服，连口饱饭都不给，把我男人往死里虐待。等老娘回去，非把那死老太婆的狗窝给掀了不可。大夫，不管花多少钱，用最好的药，必须给我男人治好。我行医大半辈子，一般砸钱不眨眼的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辛辛苦苦赚钱来养自己男人，还真是少见。大夫，谁让我家男人长得好看呢？我就乐意养。以后我使劲干活赚钱，他就在家给我负责貌美如花就行了。我负责貌美如花？他怎么什么红话都敢往外说？小伙子底子太虚，气血亏空，光开点药回去根本镇不住，必须马上办理住院，先住1个星期，每天挂吊瓶输液补液，还得再做一个详细的心肺透视检查。住院？不行，那得花多少钱？我这病熬也熬就……大夫，马上开住院单，不管花多少钱，统统用最好的药。你等会儿去交押金，这几天你男人先在医院输液，你这做媳妇儿的得多给他弄点有油水的好菜，给他多补补身子。他为了我的病这么上心，连昂贵的住院费都眼睛不眨一下，看着一点也不像个疯子。不对，他刚才还大言不惭的让我在家貌美如花，分明还是那个满嘴风言风语的疯婆子。带着小伙子去2楼病房安顿好，准备扎针。行，那你乖乖跟着护士去病房打点滴，我去交钱，顺便去集市上买点东西，把你这几天住院用的生活用品和口粮备齐。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那小病秧子瘦的全剩骨头了，大冬天的连件御寒的衣裳都没有，必须得拿油水和好面狠狠往回补。这大肥肉骗子金摆面，天天给他当零食吃。靠，
2000块这么不经花，就剩600了，剩下的钱不能乱动。哥哥那边得还500钱，还得去买套专业的赶海装备，再干票大的。这疯丫头从哪儿偷来这么多好东西？一个连10个数都数不清的傻子，这大肥肉落她手里不是暴殄天物吗？老娘今天非得白得几斤肉解解馋不可。哎呦，燕子啊，你从哪儿捡来这么多没用的烂肉啊？沉甸甸的累坏了吧？你看婶子手里这颗发光的神仙珠子漂不漂亮？婶子心疼你，拿这颗神仙珠换你车上这些烂肉好不好？哪来的傻逼，把老娘当傻子哄？还神仙珠子，不就是个破弹珠？老娘数3个数，还不滚！我下一个就刷你！呸！死疯子！靠，这破房子，等老娘赚了钱，必须得推了重盖。饿死了，算了，先去我哥家蹭顿饭。燕子，你看你要还钱，让你哥去取就行了，咋还自己亲自来？还带了这么多肉菜，来，多吃点肉啊！怎么不吃？嫌红烧肉不好吃？我不敢吃。以前小姑一来，我们要是敢伸筷子夹肉，小姑就会掀桌子打人。没事儿，现在小姑不会跟你们抢了。以后你们长大了，跟着我出海，保准你们天天有肉吃。不要，小姑，你肯定想把我丢进海里淹死，这肉里是不是也有耗子药？我不吃！闭嘴，给老娘吃！今天碗里的肉要是剩下1块，我亲自撬开你们的嘴，一块块硬塞进去。这就对了，乖啊。对了，哥，你的船借我用一下，我明天要下海。明天？这么着急干啥？燕子，不如过段日子吧。这段时间海上天气邪乎，风浪大得很，村里最老练的渔民都没人敢下水啊。别人不敢下，我偏要下。哥，你记住，风浪越大，鱼越贵。我这儿还剩50多。我这几天要在海上待着，温言在医院需要人看着。嫂子，你能不能麻烦你每天去送饭，多做点好肉好菜，饭钱我出。哎呦，燕子，你放心出海，家里的事儿包在嫂子身上，保准等你回。哥，我家里屋顶漏雨，灶台也塌了，能不能拿剩下的钱找几个人帮我修修？这都是小事儿，包在你哥我身上。爹，这肉好像真没毒，而且还特别好吃。哥，你说小姑是不是脑子真的好了，不疯了？哇！小姑要把我抓回大鸟哥，哥你快救我！弟，哥也害怕，你安心去吧。等我长大了，一定会练好绝世武功，帮你报仇的。什么报仇不报仇的？看武侠片看魔怔了吧你？瞎说啥？吃饱了赶紧滚回屋睡觉去。靠，老娘还真是成了鬼见愁了，活脱脱一个能让小儿止啼的女阎王。启蒙，小黑，去吧。好样的，小黑往我的渔网里赶！今天要是能捞上一网极品好货，今儿晚上就给你加餐。哟呵，10条野生大黄鱼，条条都有1斤半往上，这金灿灿的鳞片，这品相绝了。还有20-30只海捕大对虾，
个顶个的有巴掌大，外加底下这7、8条肥得流油的红斑鱼，少说也能卖个7、800块，妥妥的开门红啊！去，少在这儿撒娇，这几百块钱的小鱼小虾，顶多算个开胃菜。你赶紧好好干活，去给我找点真正值钱的硬货，什么极品大鲍鱼啊、大珍珠之类的，懂不懂？救命啊！救命！不好，是灰禽鲨，那玩意儿可是能咬死人的。别，快停下！小黑，你个王八蛋，这他妈是鲨鱼，这个再值钱，老娘也没命卖啊！小黑，引开他们！抓住！小活命就赶紧上来！做完了。女侠，救命之恩没齿难忘。俺叫陈大柱，这是俺儿子。磕头有个屁用！这么大的风浪，别人躲都来不及。你们爷俩跑来干嘛？要钱不要命了？恩人呐，俺们是陈家万了，家里婆娘得了疾病，借了高利贷，眼看要家破人亡了。俺被逼得没法子，带儿子出来碰碰运气，谁成想遇到鲨鱼群，船也翻了。要不是您，俺们父子俩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女侠，那您咋也一个人跑这么远的？海域来了，这不比俺们更危险？我巧了，我本来就是个为了搞钱连命都不要的疯子。行了，别跪着了。既然你们的命是我捡回来的，以后就跟着我这个疯子干，只要手脚平快，包你们父子俩还清债务。谢谢老大，以后俺们父子俩的命就是您的，您指东，俺们绝不往西。认老大倒是挺快。小黑，活干完了，赶紧滚回来。嘿，这畜生平时护食的很，叫一声跑得比狗都快。今天怎么在那边绕着圈，死活不走？难道那片礁石底下藏着什么值钱的宝贝？大柱，来活了！大猪，摇橹，把船吹到前面那片礁石区，我倒要看看，能让小黑挪不开脚的，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哎，老大，您坐好，俺这把子力气有的是。老大，天上飞的这只是海颠吧？俺听村里老人说，这玩意儿凶的能抓瞎人的眼睛。您一个女人家，是咋收服这么凶悍的猛禽的？这也太牛了！收服他？想当初这畜生仗着自己是这片海的霸主，连我网里的鱼都敢抢。我能受这委屈？当场脱了鞋，徒手爬上100米高的绝壁崖顶，直接倒了他的老巢，跟他在悬崖边上赤手空拳大战了300回合。最后我一把薅住了他的命运之后颈皮，差点没把他尾巴上的毛拔秃了。这畜生被打服了，被我这不怕死的霸气深深折服，非要跟着我，赶都赶不走。哇，徒手揍海钓！老大，您简直不是人，是战神啊！这啥玩意儿？小黑，刚夸完你，你就给我捡了块破石头回来，你存心拆我的台是不是？这难道是？大柱，你干嘛？一块破石头也值得你行这么大礼？老大，这哪是破石头啊，这是宝贝啊！
爹，你咋了？抽风了？一块破石头，你闻啥闻？臭烘烘的。老大，这是龙涎香，是极品龙涎香啊！俺爷爷的爷爷曾经在海上见过一回，就核桃那么大一点，换了一艘大铁船。听说这东西在黑雾里几乎能和金子等价。啥？和金子等价？那这块都有拳头这么大了，这得换多少个大铁船？老大，咱们发大财了！放屁！啥叫咱们发大财了？这是老大发大财了。这宝贝是老大的神鸟找见的，有你小子啥功劳？你瞎乐呵个啥劲儿？你刚才不比我还乐呵。你个小兔崽子还敢顶嘴！行了行了，等把这玩意儿卖了换成钱，肯定少不了你们爷俩那一份。我早就说过，只要你们跟着我好好干，保证有饭吃。谢谢老大，老大敞亮，俺们父子俩后半辈子都给您当牛做马。但是，老大，这宝贝虽然值钱，但想找到买家可不容易，一般人肯定买不起龙涎香啊。这事儿你放心，我有门路。一群废物，收个账都能让人跑了，老子养你们有啥用？哎呀，最近这手啊，真是太痒了，好想再找棵大腿粗的大树，一拳给它锤爆啊！原来是女侠大驾光临啊！您看我这眼神儿越来越差了，差点没认出来女侠您。我手里有一批绝顶的好货，你收不收？收，当然收，只要是女侠您的货，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得兜着。您上座。大柱，给虎哥开开眼。我的乖乖，女侠，你这是把龙王爷的水晶宫给端了？这种成色的野生大货，市面上都没几家能出。少废话，出个价，事先说好，你可别想坑我。哪能啊？您送来的货，我按市价最高档走，600块，一分不少您的。600？你当我第一天出来混？800，少一个字，我立刻推走找下家。得，750，真不能再高了，我也得留口汤喝呀，女侠。行，这些散货就算你750，不过重头戏还没上呢，大柱。这是龙涎香。干妈，不，亲妈，以后您就是我亲妈，求您带着儿子一起混混吧。只要跟着您，吃香喝辣，指日可待啊！滚一边去，少在这乱攀亲戚。我才26岁，正儿八经的黄花大闺女，可担不起你这么大个儿子。收起你那套，咱俩就是冰冷的金钱关系。说吧，这玩意儿你能出多少钱？女侠，这东西我得托人运到省城找大老板看货，得自个儿摊点底子才能卖得出去。这样吧，我出5500，您看？成交。5500能在镇上买好几套大瓦房了，俺干10年都挣不到这个数。不过嘛，女侠，我手里没这么多现金，得等联系到几个想入手的大老板，把货卖掉才能回笼资金。您看能不能宽限几天？那你现在手里有多少？2000吧。我全要了，就当是定金，到时候你卖了货再扣。女侠，您总得给我和我手下的弟某留点饭钱吧？这几天兄弟们都啃馒头了。剩下的钱早点给我啊！以前都是虎哥跟别人讨债，还是头一回见虎哥被讨债。大柱石头，走，我带你们去吃顿好的。老大威我！
这是500块，你们爷俩拿着。这太多了，俺们今天就帮着推了个车，哪能拿这么多啊？让你们拿着就拿着，跟着我干，这点小钱算什么？以后咱们有的是钱赚。老大，别的话不说了，以后我和我爹的命就是你的，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服务员，把这份没动过的鸡汤打包，给我包严实点，别洒了。哎，马上来。老大，咱们下午去哪儿？你们先回家休息，我去趟医院看看我家男人，好几天没见了，想得要死。你喝酒了？谈了笔大生意，喝了一点。少喝点酒对身体不好。哟，这么快就知道心疼你媳妇儿我了？谁心疼你？我是怕你喝醉了惹事儿。病人还在恢复期，家属注意点，别让病人情绪起伏太大。你干什么？快起来！一会儿护士又进来了。不行了，我喝醉了，头晕的厉害，起不来。张飞燕，这里是医院。医院怎么了？咱们可是夫妻，我不起来，你亲我一下，亲一下我就起来。你醉了，先把汤喝了压一压，我去找护士要点醒酒药。不许走！我为了这个家拼死拼活，出海的时候还碰见了大鲨鱼，差点就被一口吞了。我为了你连命都快没了，你居然一点都不心疼我！我可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你亲都不让亲，你眼里还有我吗？他出海还遇到了鲨鱼，他居然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这傻男人随便骗骗就信了，好纯情，真好玩。居然真亲了，这可是我2辈子的初吻。不过这软乎乎的感觉还不辣，以后必须多试试。亲都亲了，你也该起来了吧？别闹了，咱们快办出院吧，在这儿多待1天就要10几块钱，纯粹是烧钱。恢复的相当不错，今天就能办出院手续。小伙子，你可是走大运了，娶了个这么厉害的老婆，在外能赚钱，在内还这么疼老公，交住院费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么好的媳妇儿打着灯笼都难找，你以后可得好好珍惜人家。医生，我知道，我一定会的。我哥办事就是利索，这破地方总算像个活人住的样了。你干嘛去啊？去睡觉啊，我以前不都是睡柴房的吗？放着主屋的大床不睡，睡什么破柴房？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后咱们俩就睡一张床。等等，你先放手。啊！等个屁！老娘现在1分钟都等不了了。我出门赚钱去了啊！你身子虚，多躺着休息休息。饿了就去我哥家里对付一顿，别自己做饭了。你就乖乖到炕上躺着休息。谁虚了？明明是你力气太大，一点女人的样子都没有。张姐，我托省城道上的兄弟探过底了，目前对龙涎香感兴趣的买家有3个。这个王老板家里是倒腾水产批发的，出价5800。这个李老板是个外地来的煤老板，6100，出价最高。既然想要的人多，那就把他们全叫到一起，咱们搞个竞抛，价高者得。高啊！张姐英明。打住！以后别一口一个女侠的叫，整得跟拍武侠片似的，听着牙碜。哎，明白了，张姐，我这就通知他们。喂，老三啊，怎么了？楚梅燕才说来了。张姐，有情况。老三刚递来的准信儿，有个军区首长的副官放出话来，要高价收咱们这块龙涎香，还说无论多高的价格都能接受。哦，财大气粗啊，好事儿啊！张姐，
这事儿邪门啊！这些穿军装的心思深得很，绝不能信啊！万一这是给咱们设下的圈套呢？毕竟咱们这种人手上多少都不太干净，万一被盯上，咱吃不了兜着走啊！什么叫咱们手上不干净？少拉我下水！我可是遵纪守法的良民。咋？不相信？信！张姐说是良民，那就是大大的良民。那这单买卖，有钱不赚王八蛋，管他什么副官什么首长，我亲自去会会他。张女士，这洋玩意儿苦得很，你这种乡下来的平民肯定没来过这种高档场所，这辈子也没喝过这种金贵东西吧？什么高档不高档的？老娘上辈子喝过的咖啡比你这辈子吃过的米都多。你什么态度？真是个乡野村妇，粗俗不堪！哼，算了，我不跟你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野村妇计较。东西拿来了吗？慢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的钱呢？钱？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跪着求着要送礼讨好我们首长？我现在愿意收你的东西，是首长给你这个平民的机会，是天大的恩赐。你不仅不感恩戴德，还敢要钱？知道怕了就行。行了，我这个人就是大度，这是10块钱，拿着吧，够你全家老小吃1个月大肉了。把东西留下，赶紧滚出去！你拿10块钱来给打发叫花子，留着这钱去买点核桃补补你的猪脑子吧。没钱装什么大爷？放肆！给刁民找死！还想动手？也不提前打听打听老娘的名号，黑河村第1女疯子，方圆100里谁敢给我甩脸子？还什么狗逼首长，兜里没钱装什么大尾巴狼？买不起早说啊，害老娘白跑一趟！放肆！你竟敢对长官不敬！你给我站住！我现在就去长官那里告你的状！惹怒了我们长官，你这种刁民受得起吗？行啊，去告啊！拿着根鸡毛当令箭，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一个破首长狂个屁！首长，我操，不是吧？我刚刚就是过个嘴瘾装个逼，怎么还真把正主给招来了？完了，这回踢到铁板了！首长，这个乡下女人简直无法无天，不仅漫天要价，还敢对您出言不逊，我正准备教训她。姑娘，她说的可是事实？我说有用吗？你们官官相护都是一伙的，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能说啥？说了你们也不会信，何必浪费口水？你放心说，我作为军人，绝对公平公正，绝不偏袒任何人。这孙子想抢我的货，不给钱还要赶我走！首长，您别听他瞎说，这女人就是个疯子，还动手打人。你看，手都快给我掰断了。闭嘴！你身为一个军人，欺负一个女人像什么样子？现在还学会撒谎了？不是首长，到底是谁欺负谁啊？我哪能欺负得了他啊？首长您评评理，我一个弱女子，大腿都没这位军营的胳膊粗，我咋可能把他的手掰成这样？还不快给这位姑娘道歉！张姑娘，爽死了！原来有后台的感觉这么爽啊！早知道当个绿茶这么快乐，我还费劲装什么疯偏啊！张姑娘，请坐下吧。这块龙涎香对我很重要，我想亲自和你谈谈价格。1万块，没问题。小赵，去拿钱。不是吧？答应的这么快？早知道这老头这么大方，我就多要一点了。首长，你咋这么着急要这玩意儿，甚至不惜出这么离谱的高价？说来话长，我爱人生孩子的时候落了咳症，留下了病根，后来儿子才1岁半就走丢了，他大受打击，病得更重了，现在天一冷就咳，只能靠各种名贵药材吊着命。这块香是关键的药引。原来这位首长的爱人也有咳疾啊，和我家男人一样，唉，都是可怜人啊。有了这笔巨款，必须立马把家里那个破台屋推了，盖个气派的大砖房，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的，谁受得了？不过赶海捕鱼终究是靠天吃饭，
不可能次次都走狗屎运。不如拿这笔钱做本钱，找个稳定的生财之道。回来了，赶紧洗了手吃饭吧。哇，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好吃！这屋子收拾的也利索。温言，你现在是越来越贤惠了啊！这有什么？我力气小，下地干不了粗活。以前在家里洗衣做饭，也都是我干的，早就习惯了。对了，切块生肉来，我得去喂喂小黑。不用了，我下午喂过了。你喂的？你不怕他？小黑凶得很，连我大哥看了他那尖嘴都发怵。你不在家的时候，他简直是个土匪，饿了就一直飞下来咬我的头发，还把我刚洗好挂在院子里的衣服全扒拉到地上，害我重新洗了好几遍，最后给他放了一大碗肉，他才不闹腾。去，别捣乱！你还敢笑话我？你等着，飞燕回来了我就跟他告状，看他怎么收拾你。原来你是饿了，长得那么凶，脾气倒跟个小孩子一样。翻天了你！谁借你的胆子气你爹的？还不快给你爹道歉！这鸟真是成精了。这手感不太对，这好像是海芋泥。对啊，海芋泥可以烧砖啊，只要经过拖延处理，再掺上点煤渣，这玩意儿烧出来的砖不仅硬度高，还隔音保暖。现在到处都在搞建设，盖房最缺的就是好砖。这海边取之不尽的淤泥，不就是免费的金疙瘩吗？干脆我自己搭个砖窑，不仅烧普通砖，还能搞点新鲜别特的空心砖、花格砖，绝对能垄断10里8乡的市场，大赚特赚。啥？建砖厂？不行，绝对不行！咱祖祖辈辈都是打鱼的，你连个土坯都没和过，懂啥烧砖？哥，你看看镇上，到处都在批地盖厂房，砖头根本供不应求。那海滩上的淤泥就是现成的免费材料，一本万利的买卖，凭啥不干？可是飞燕，承包海滩加上建砖窑，这摊子铺得太大了，咱们哪来那么多钱啊？妹夫说的太对了，建窑、买煤、雇人，这前期投入加起来最少不得个1万块，把你哥我卖了也凑不出这么多啊！钱我有的是。妹妹，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不会去干什么犯法的事儿了吧？哥，你想什么呢？我前2天赶海运气好，捡了块龙涎香，直接卖给一个大人物了，这钱来得干干净净。好，有钱那就好说了，这事儿包在哥身上，我现在就去找村长谈承包的事儿。叔，婶儿正吃着呢，我来看看你们。哎呦，荣父来了，快坐！老婆子，赶紧去拿个杯子，让荣父陪我喝2口。荣父你也是，带这么多东西干啥？太见外了。荣父，我听村里人说了，你们家飞燕前几天在阎王礁那边可是倒长出不少好东西啊，这几天镇上都传开了，肯定赚了不少钱吧？婶子，您可别听外头瞎咧咧，阎王礁那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水流急的能吃人。飞燕那就是撞了大运，捡了几只死螃蟹、臭鱼，凑合换了点米面，差点连命都搭进去，哪来的什么大钱啊？我也说呢，那地方多风大浪急，多危险！你这个当哥哥的，以后可得把他看紧点儿，别又由着他的性子发疯，真出了事谁管？
叔，我今天来是有一件正事想求您。飞燕那丫头寻思着，光靠打鱼不是个长久之计，想把村东头那片退潮的荒海滩承包下来，建个砖窑，烧点砖卖。建砖窑？这不是瞎胡闹吗？你当建厂子是小孩子过家家呢？你们懂烧砖吗？懂技术吗？赔了算谁的？飞燕一个女娃娃，天天净扯这些幺蛾子，她发疯就算了，你怎么也跟着一块说疯话？我就说行不通，村长那老狐狸油盐不进，一口咬定不懂技术，咱们会赔钱，死活不松口。这事儿我早有预料，他哪是怕担风险，他是没见着实实在在的好处。哥，你别管了，我亲自去跟他说。飞燕啊，你哥昨天刚来过，你今天又来，甭说了，那片地是集体的，你一个女娃娃瞎折腾什么？我不可能同意的，赶紧回吧。叔，放着现成的钱你不想赚吗？你啥意思？那片海滩上全是不长庄稼的烂泥巴，你只要让村里出地，并且盖章允许我随便挖泥建窑，我一天给你交20块钱的承包费，只要窑厂开工，天天现款现结，绝不拖欠。一天20？隔壁王家村的红砖窑累死累活，一天净收益也就才40-50，他一天就给村里交20，我只要出个地就行了，这简直就是白捡钱啊！这丫头以前发疯，现在脑子是彻底傻了。嘿呀，飞燕呀，你早这么说明白不就好了吗？你这是有志气，带头帮着咱们村里搞发展，这是大好事啊！那承包手续的事儿，这事儿你放100个心，叔绝对全力支持你干事业。我明天一早就往镇上给你打报告，尽快把手续和条子给你批下来。当家的，你还真信他呀？一个疯子，现在还学起别人开窑厂赚大钱了。我看他就是痴人说梦。你懂个屁！一天20块的现大洋，他愿意犯傻送钱，咱就拿。等他把老本赔个底儿透，那地还是咱们村的，咱稳赚不赔。我手上现在有1万块钱，听着不少，但真要把窑厂开起来，盖土窑、进煤、轧埋、打浆机，哪一样不得真金白银往里砸？加上还要雇一批短工，这点钱压根不够用。趁着这2天海况好，不如再去深水区干一刨大的。魏岩，我今天得带大坤和石头出趟远海，大概得在海上待个3-4天。你自己在家按时吃饭，药不能停，别让我操心。建窑厂的事再急，也没有你的安危紧要。你这次去，万事千万小心，实在不行就回来，别逞强。飞燕，不好了，你男人他回村了。哥，你大清早发什么神经？我男人不就全虚全伪的坐在这喝粥吗？他回哪门子村？不是，我说的是那个丧尽天良的王八犊子苏景川，他回来了。人现在在哪儿？在村口趴着呢，满脸是血，都晕死过去了。王翠华那个老东西看了一眼，直接吓晕了，被人抬回家，大门一锁，死活不敢管他亲儿子了。哥受了重伤，不行，不管怎么样得先救人。哥，你醒醒！不行，他太重了，我根本扶不动。起开！就你这虚身子骨，还逞什么强？小心！哥，你要掉下去了！你别怕，这是在飞店家里，你安全了。就是因为在这个疯婆子家里，我才更怕。瞎叫唤什么？我长得有那么吓人吗？虽然说不上绝顶漂亮，好歹也算个清秀佳人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满身是血的晕倒在村口？我被人骗了。那个天杀的女人说自己是赵家的小姐，要带我去见她那个当官的爸爸。结果半路不仅卷走了我的钱，还把我卖进深山的黑心姚家里当苦力。我天天挨毒打，拼了这条命才逃回来啊！飞燕，哥他现在实在太惨了，能不能让他暂时留下来养伤，就住2天？
行吧，看在你的面子上，就让他先待着，我先出去跟我哥说一声。文言，你怎么会待在这个疯子的家里？你不要命了吗？哥，你别老是一口一个疯子的叫。她现在是我媳妇儿，你当初卷了钱跑路之后，我已经入赘进张家了。啥？你不仅娶了那个活阎王，还他妈是倒插门！文言，你身体本来就弱，那疯婆子发作起来力大如牛，你迟早会被她折磨死的。趁着她现在出去了，你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跑。哥，你别胡说，飞燕根本没折磨我，她对我很好，不仅带我去城里看病抓药，还顿顿给我吃肉补身子。她现在早就不疯了，给你花钱治病，还顿顿吃好的。张家穷的连锅都揭不开，你为了骗我安心，连这种瞎话都编得出来。走，我带你去外面转你就知道。这怎么可能？张家哪来的钱翻修房子？哪来的钱买这么多肉？飞燕前段时间出海赚了大钱，这房子是他翻修的，肉也是他买。他马上还要把村东头那片海滩承包下来，自己当老板，开砖厂赚钱。开砖厂？这还是那个疯疯癫癫、全村人人避之不及的张飞燕吗？飞燕变了，她现在很清醒，也很有本事，确实变了。我原以为你会替我受苦，结果你是替我享福。文言，我跟我哥去村口跟大柱他们会合了，这几天你在家好生养着。这段时间海风大，你们千万注意安全，早点回来。放心，等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燕子，差不多行了，赶紧走吧。飞燕啊，又带人出海啊？按村里的规矩，你打鱼可得全数上交村集体，大家统一按公分分配啊。上回你没上交，叔就不跟你计较了，这次可必须上交集体啊。行啊，叔，没问题。打上来的鱼，我肯定一鳞半爪都不留，全给您带回来。老大，那老狐狸摆明了是要抢咱们的血汗钱，您咋就那么痛快答应他了？我不答应，他能让我们痛快走？对付这种老王八蛋，表面上应承就完了，腿长在咱们自己身上，到时候直接拉去城里卖了换成现钱，回来我就说风浪大，啥也没捞着，他还能搜我的身不成？高啊，燕子，你现在这脑瓜子是真好使。老大英明。老大，大货，绝对是大货，这么沉，起码得有小100斤了。别废话，用力拉！1、2、起！老大，太重了，网都快撑裂了。死死拽住，绝不能脱网！哥，石头，你俩也过来帮忙！燕子，发财了！这么多大黄鱼、石斑鱼，全是市面上抢破头的高价货，咱们赚翻了啊！别光顾着高兴，赶紧挑活的分拣，装进水桶里。拿铁钩来，小黑找到珍宝贝了。燕子，你不能下去，这片海面水底下全是暗礁，一不小心就被卷走了，下去太危险了。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把绳索给我看紧了。赶紧拉我上去！这么大的天然大珍珠，这得值多少钱啊？乖乖，这几颗珠子加起来，怕是比老村长那套大瓦房都贵。一间烂瓦房算啥？这种品相的天然野生珍珠，拿到城里的水产商行和首饰店，绝对能开出天价，5、600都算少的。干得漂亮，小黑，你简直是我的摇钱树。老大，这船货太硬了，拿到城里至少能卖个3、4千块，这都能在城里买好几套房了。咱们得赶紧拉去脱手，毕竟这海鲜就是吃个鲜，放久就得折价，那亏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对，燕子，咱们赶紧卸货回家。爹说的对，赶紧卖了安生。咱们今天运气好，在前海区就捞满了，没往深海区去。我听说前2天那儿又死了人。哎，我也听说了，要我说就是太贪心了，
非要往深海区开，结果运气不好，碰上鬼见愁暗流，连人带船全卷进海底，连块破木板都没飘上来，到现在都没找着尸骨。那深海区下头全是活漩涡和尖刀礁，就是给座金山都没人敢去送命。燕子，卸完货咱赶紧回吧。你们把货全部装上牌子车，先回村偷偷藏好，明天一早进城卖换钱。老大，你不跟我们回去？这点小钱算什么？只能算是道开胃菜。你们先回，我要往深海区再探一探。啥？你要去深海区送死？老大，你疯了！那深海区连10米长的大铁船都能一口吞，咱这小木船开过去就是白给海龙王塞牙缝。是啊，老大，钱是赚不完的，命可就一条。燕子，你今天要是敢去送死，就先从你哥我身上压过去。咱手里这3、4千块钱已经能在镇上横着走了，你还跑去深海区做什么死？哥，咱要是想开砖厂，这3、4千块根本连个零头都不够。我必须去，而且我还有小黑呢，甭管什么暗流礁石，小黑都能提前告诉我。哥，你相信我，我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反正我说不让你去，你肯定还得偷偷去。燕子，你去可以，但明天太阳落袋前必须给我全须全尾的滚回来。要是晚了1分钟，老子就算倾家荡产，绑着几百斤炸药，也要去海里把你捞出来。发财了！这一大船顶级鱼货加上粉珍珠，肯定能卖出个5、6千。这下开砖厂的钱肯定够了。这见鬼的天气，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小黑，我这把能不能活命可就全看你了！你可别把我带进海沟里去！贼老天，你想收我，我偏不给你这个脸！小黑，找个能避雨的地方！贼老天，说变脸就变脸，要不是老娘命硬，今天真要下去给海龙王当压寨夫了。小黑，你别乱扒拉，这破荒岛上可没有老鼠。再说了，就算有老鼠，你也不能吃，万一吃出病了咋办？这个年代可还没有宠物医生啊！什么玩意儿？我的老天爷，这么多金子，小黑，咱们发了！张飞岩那个疯子还真去深海区了。昨儿听村长说，他还要在村里开砖厂，哼，怕不是脑子让驴踢了。女人不在家生娃，非要抛头露面，就是犯贱。昨晚风那么大，肯定是龙老爷发火，专门收他这母夜叉去了。也亏了人家苏家老大跑得快，那粗手大脚的野婆娘谁敢睡？娶头母猪还能下2窝崽呢。就是，女人就该跟俺家二丫头似的，挨了汉子的打也得跪着磕头认错。张飞燕天天跟一群大老爷们在船上混，真不要脸。这要搁我家，我早拿麻绳把他勒死进猪笼了。你们放什么狗屁？干啥？老子哪句说错了？咱老祖宗早就定下了规矩，女人不能上船，一上船就得翻。是你妹妹非要出海，何况昨晚风那么大，你那个疯妹妹肯定早就淹死了，死都死了，老子骂2句咋的？你他妈有种再说一遍，我再说10遍都行。他张飞燕要是没死，今天还能活着回来，老子就把地上这片海滩上的狗屎全吃干净。我看谁敢咒我死！刚才谁说我回不来的？我人就在这儿。燕子，你真活着回来了，没缺胳膊少腿吧？
吃吧，刚才不是喊得挺大声吗？还差这最后一口了。姑奶奶，祖宗，是我嘴贱，是我满嘴喷粪。我眼瞎没看清您这大富大贵的命，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以后再让我听见你们在背后乱嚼我们张家的舌根，老娘挨个敲碎你们的牙，亲自拿肥皂给你们漱漱嘴巴！滚！哥，砖厂的手续办得咋样了？办妥了，村长今儿一早就把盖了红章的条子给我了。那片海滩现在就归咱了，随时能动工。行，我这边钱也到位了，叫上大柱和石头，咱们先把船上的货卸了，卖给虎哥。咱明天一早就雇工人挖泥建窑。嘿嘿嘿，张姐，这是卖鱼的3000块钱，您点点。哎呦，我的亲姐，这玩意儿我可不敢收。珍珠这行当水太深，跟古董字画一样，得懂行的人仔细相看。咱这粗人看不出个好歹，万一收砸了，底裤都得赔穿。行，那我去找识货的。圆润无瑕，珠光带彩，这可是极品啊！姑娘，这是哪家大商行的货？什么商行？这是我亲自去海里捞上来的极品野生珍珠。哎呀，自己捞的野珍珠啊，没有产地证明，也没有鉴定证书。这样吧，我吃点亏，这些珍珠都打包给我，我给你200块钱。200块？你当老娘这珍珠是河沟里的烂泥球？想坑我，你瞎了狗眼！你别不知好歹，你这珍珠再好，没个来头和证书，在城里根本卖不出价。不信你出去打听打听，看谁家出价能比我高。出了这个门，你连200块都拿不到。这狗头经理话糙理不粗，这年头买卖贵重物品确实认证书。我这野路子出身，去哪家正规店都得被当成肥羊宰。可是我拼死拼活捞上来的珍珠就这么贱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对了，上次那个什么首长不是正到处砸钱给他老婆收集珍宝和名贵药材治病吗？这深海大珍珠磨成粉，可是安神定惊、润肺止咳的好药啊！他出手那么大方，1万块的龙涎香我眼都不眨一下，几颗珍珠算什么？虎哥那边已经递上话了，赵副官说首长愿意看看这些珍珠，而且点名要亲自见我。你一个人去？飞燕，那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脾气摸不透，万一他看上了东西想强压价，你一个人去被欺负了怎么办？怕什么？上回卖龙涎香的时候，他给钱痛快着呢。不行，我还是不放心，我必须陪你一起去。张姑娘，上次真是多亏了你的龙涎香，我这多年的胸闷石酸现在大好了。听说我家老胡今天要见你，特意让老李带我来见见恩人。夫人，这是您自己鸿福传天，您看看您现在这气色，白里透红，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准得说您是我亲姐。夫人，您再长长眼，看这深海野生极品粉珠，这光泽带着是雍容华贵，磨成粉温水送服，那更是顶级的润肺安神仙药。这满城里也就您的气质配得上这些极品珍珠。张姑娘，首长全要了。首长大气，那我们就不打扰你跟夫人的2人世界了。整整3500块，不愧是首长，
出手就是大方，这下咱总算能把砖厂开起来了。飞燕，你真要开砖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咱们对烧砖的技术一窍不通，万一全砸进去亏了怎么办？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手里有钱，还怕咱请不来会烧砖的老师傅？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跟着我干，绝对亏不了。这是上回卖龙三香的1万块，还有卖珍珠的3500，加上卖鱼赚的钱，一共18000。这个月我要盯着砖厂那边的事儿，家里的事儿肯定顾不上，这些钱全交给你保管。这么多钱全交给我，你就不怕我哪天拿着钱卷铺盖跑路了？跑？你敢跑，老娘就把你抓回来打断你的腿，再拿铁链子拴在地窖里，让你只能待在我身边。开玩笑的，看把你吓的！我干活去了。总感觉飞燕刚才那话是认真的，也不知道她这疯病到底是好了还是更严重了。老胡，今天白天和张姑娘一起来的那个小伙子，我总感觉他特别眼熟。眼熟？估计是长得比较大众脸吧。不是，我就是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见过他，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那孩子，我这心里就觉得亲切得很。娘嘞，张家这疯丫头还真把厂子建起来了，我现在还以为她吹牛皮呢。这阵仗每个大几千上万块绝对拿不下来，张家哪来这么多钱？肯定是借了银子钱，我看他肯定是借钱摆阔。这破窑厂早晚得赔。你懂啥？现在到处都在盖房子，砖窑厂可赚钱了。听说隔壁村开的那个窑厂一天就能挣40-50块呢。张家这次是真要过上好日子啦！呸！瞎了你们的狗眼！一个脑子有毛病的疯婆娘也配开砖窑？文言，你哪来这么多钱？哥，这是飞燕建厂子剩下的钱，放在我这里保管的，你千万别声张，要是让人家惦记上就麻烦了。温言，你傻呀？这么多钱，少说也有大几千，你还管那个疯婆娘干什么？大哥，你胡说什么？你听哥的，咱哥俩现在就卷钱跑路，直接远走高飞。咱拿着这几千块钱去城里，什么水灵漂亮的大小姐找不着，你难道就乐意待在这个穷乡僻壤，天天伺候张飞燕那个不男不女的疯婆子？我不走，这钱是飞店的心血，谁也别想动。敬酒不吃吃罚酒，把钱给我！滚出去！这里是张家，轮不到你来撒野。这个逼样子还反了天了！给我钱，我打死你！哎呦，我的脸，哪来的死鸟？滚蛋！好样的，小黑，干得好！等你娘回来，我一定跟她好好夸夸你，让她给你晚上加餐。今天多亏了小黑，飞进来冲着我哥死命要，把我哥赶跑了，不然这建厂子的底钱就真被他卷走了。苏景川这个畜生，下次他再敢踏进这个院子，我亲手打断他的腿！
今天干得漂亮，没白疼你。来，说好的加餐。哟，吃着呢。哥，你快坐，我去多拿一副碗筷。不了，我跟你嫂子吃过了，就是过来看看你俩。哥，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谈砖窑的事儿。厂子已经搭好了，咱们明天一早就点火烧第一批砖。燕子，哥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咱可是把家里的钱全砸进去了，这万一第一窑烧坏了，咱可就全砸手里了。哥，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只要第一炉红砖顺利出窑，咱们家的财路就算彻底打开了。到时候别说在村里盖大瓦房，我还要把咱的砖卖到县城去，把城里的销路都垄断。你想想，咱得挣多少钱啊？不好了，出事了！燕子，你快去看看吧，砖窑厂那边出事了。钱老板，大晚上辛苦你跑这一趟，实在是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张家这疯丫头非说能用海滩上的废淤泥烧出好砖，我寻思这不是瞎胡闹吗？只能托你从城里请个专家来给大伙长长眼，免得咱们村跟着赔钱。咱俩这交情说这些干啥？我老钱干建材这么多年，就没听过什么海淤泥能烧砖的。这位可是城里来的李先生，搞了30年建筑材料，今儿就让他给你们好好验验这破泥巴。荒谬，简直滑天下大稽！用海沟里的废淤泥烧砖，里面竟然还填了碎蚌壳、烂脊层和废煤渣这些乱七八糟的破烂玩意儿，这种狗屁配方闻所未闻。早就说张家这疯丫头是瞎胡闹，真以为运气好赚了点钱就能当大厂长了？连城里来的专家都说不行，我看他这是拿钱打水漂听望呢。嘿，这热闹不看白不看。大家伙就等着看笑话吧。这第一窑火一点下去，张家肯定得一屁股债，到时候连那2间破屋都得当了还债。燕子，咱收手吧。你看人家专家都发话了，咱不能往火坑里撞啊。明天咱就把这窑拆了，老老实实做回打鱼的老本行，行不行？飞燕，哥说的对，村里人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咱们没必要受这个窝囊气。这厂子咱不开了，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咱们回家好不好？回什么家？我的配方我自己清楚，那个狗屁专家懂个屁！这砖窑厂我不光要开，还要开得红红火火给他们看。明天一早准时装窑。张老板，我烧了半辈子砖，真没见过往泥里掺破蚌壳、烂煤渣的。这窑要是点下去，万一全炸了，或者烧成一堆废土，我这老脸可往哪儿搁呀？听老汉一句劝，这料不能下呀。王师傅，今天就算这批砖全炸在里面，这钱我张飞燕认赔，绝不赖你半卷工钱。少废话，给我装窑，点火！张家丫头，今天可是开窑的日子，咱们说好的，要是烧不出砖头，这块地连带厂房，村里直接收回。收回有啥用？他欠那一屁股债咋还？干脆把他卖给后山那个老光棍抵债得了。就是，拿臭水沟里的烂泥当宝贝，也不撒泡尿照照，一个疯婆子还想向学人家开砖窑厂赚钱。张建华，急什么？地就在这儿，跑不了。是骡子是马，打开窑门看看不就知道了。死鸭子嘴硬，我看你就是怕一开窑，里面那堆臭烂泥吓得你尿裤子。别磨蹭了，赶紧开窑吧。
王师傅，开窑！怎么着？傻眼了吧？是不是全烧成黑煤了？成了，真成了！还真让这疯丫头烧出来砖头了。大家伙快听听，这动静比镇上大厂的砖还结实。你们看，这砖还带花的，还有这空心的。我盖了大半辈子房都没见过这种稀罕物，这拉到城里去得卖多老些钱啊！可不是嘛，城里那些老板就稀罕这种新鲜玩意儿，这一车拉到镇上，不得抢破头啊！飞燕啊，好样的！叔早就看出来了，你是个干大事的材料，有脑子，有魄力。村长，你上周还天天嚷嚷着要收他的地呢。胡咧咧啥？那是叔在跟大伙儿演苦肉计，专门为了磨练飞燕的意志。你年轻人嘛，不能太气盛。我都是为了逼出他的潜能，对不对？飞燕，叔可不是故意为难你啊，那是用心良苦。叔，你这苦肉计演得挺像，我都快信了。像就对了，像就对了，叔那是专业的。我的乖乖，这质地这花样，城里那些大老板绝对抢着要。这疯丫头懂个屁的市场，老子要是当废品低价收走，转手高价一卖，这不得赚出套洋房来？飞燕啊，叔看着你一个大姑娘，天天在泥里打滚，心里怪落沈的。你这烧是烧出来了，可大伙儿都知道这是海滩上烂泥做的，这名声多难听啊！外头的正经大工地，谁敢用你的货？那钱老板的意思是，叔不禁看你血本无归，替你担了这个大风险。这批货叔全包了，1分钱一块，这价格绝对厚道。1分钱？钱老板，你这也太欺负人了！现在镇上最普通的红砖出窑价都得3分4分钱，你给1分，连烧煤的本钱都不够，还嫌少？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你们这是什么料烧的？一堆烂泥巴拌着破烂，外人一听谁敢要？也就是我心善，寻思着拉去给乡下垫猪工，换了别人白送人家都嫌晦气。1分钱，那还是看在咱们乡里乡亲的情分上。钱老板，你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想占便宜就直说。我这花砖和空心砖，城里都没几家能烧出来。你想拿1分钱空手套白狼，想捡破烂出门左拐去废品站，我这儿不伺候。你个不知好歹的疯婆娘，给你脸了是吧？你不卖我是吧？行，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方圆10里8乡的行当，只要我钱某人放一句话，我看哪家工地敢让你们村1块砖。飞燕啊，你这回可是捅了马蜂窝了。钱老鳖在建材支行混了几十年，是个出了名的老油条。县里哪个包工头不给他几分薄面？他要是真发货，咱们1块砖头都别想卖出去。哥说的对，钱老板他在县里人脉广，如果联合起来卡咱们的销路，确实不好对付。怕什么？活人还能被尿憋死？这砖的成色摆在这儿，谁跟钱过不去？县城这么大，还轮不到他姓钱的一手遮天。这手艺地道，这空心设计既省料又结实。小张，你这个想法不错，这质量没得挑。行了，啥也别说，我先定5万块。小张，咱们现在就按手印，我现在就付定金。2位老板痛快，这批货保准给你们漂漂亮亮交出来。你们先坐，我去把这顿饭的单买了，马上回来签合同。哟，这不是张大厂长吗？还搁这蹦跶找下家呢？我早跟你说了，没我的话，你那破砖1块也别想进这县城。神经病！李总、王总，账结清了，咱们现在就签合同。那个小张啊，这订货的事儿，我看还是算了吧。对，
我这头资金突然紧绷，定金不能给了，单子取消。取消？王总，刚才不是还说的好好的？李总，王总，如果有顾虑，咱们价格还好商量。别说了，小张，真不行，这水太深，我们趟不起。肯定是那个姓钱的搞的鬼，真没看出来这老狐狸有这么大的本事，随便露个面就能搅黄我这一个大单子，背后的靠山肯定很硬，这可怎么办？我一个平头老百姓，拿什么跟他硬碰硬？是你啊，小伙子，急匆匆的在这儿找什么呢？找人。飞燕上午说进城办事，到现在都没回来，我这心里实在不踏实，就进城找找。这大街上人海茫茫的，靠2条腿怎么找？快上车，我让司机顺着马路开慢点，帮你一块儿找找。小伙子，今年多大了？哪个月份的生日？22，腊月初8生的。腊月初8，我听你刚刚咳嗽，是跑急了手凉了吗？真巧，阿姨我也有咳疾的毛病。不是着凉，是我娘胎里带出来的病，打小就咳。孩子，我的孩子。阿姨，您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哭了？没事，好孩子，阿姨没事，就是看着你，突然想起了我那个苦命的孩子。他打小就被黑心肝的人贩子拐走了，要是还在，哭着也跟你一般大了。阿姨您别伤心，吉人自有天相，您的孩子以后肯定能找回来的。夫人，您看那边好像是张小姐。飞燕，你怎么一个人蹲在这儿？急死我了！到底出什么事了？别提了，那个姓钱的老鳖孙暗中下黑手。今天刚谈好的2个大单子，他露个面就给我搅黄了。之前他说要封杀咱们，我本来还不信，现在看来是真的。好大的胆子！什么狗屁钱老板，欺负人居然欺负到我的人头上了。飞燕，这事儿你放100个心，阿姨回去就让你胡叔叔出面帮你做主。我倒要看看，谁敢在你胡叔叔的地界上横行霸道。那个姓钱的后台就算再硬，还能硬得过胡中长？他有后台，我也有，我怕个棒槌！阿姨，您是不知道那个姓钱的有多欺负人。他骂我是疯婆娘，放话要封杀我，要把我们一家往绝路上配。您可得让胡叔叔好好治治那狗东西。你这改口改的倒挺顺溜。我跟阿姨这叫一见如故，阿姨您得替我做主啊！放心，这事儿全包在阿姨身上，我看哪个不长眼的敢断你的活路。阿姨霸气啊！大家伙儿加把劲儿，马齐整了，千万别磕着碰着。哟，张厂长这么上道啊？这是知道县城没人敢收你的破烂儿，乖乖把给我的货都装好车了。行，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我也不跟你计较之前得罪我的事儿了，赶紧给我过个秤吧。钱老板，大白天的还没睡醒呢，我就是把这些砖全砸碎了填毛坯，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一块儿。睁大你的眼看清楚，我的货现在排期都排到明年了，你想买，下辈子都轮不到你。丫头片子死到临头还在这嘴硬骗人，我钱斌都放话了，方圆10里8乡的工地，我看谁敢要你的破砖头。工地上是没人要我的砖，但我这些砖可全都是军区大院要的。啥？军区大院？这死丫头怎么跟那些军爷扯上关系了？军区大院，就凭你，丫头，你是不是在里头攀上什么硬靠山了？嗨，什么靠山啊？就是碰巧认识里头一个在炊事班做饭的兵哥，他舅妈的表哥的表嫂子在里头有点门路，听说里面正好要扩建个什么库房的，急需一批便宜砖，
这不就瞎猫碰上死耗子，找上我了吗？呸！老子还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呢，搞半天就是走了狗屎运，认识几个烧火做饭的大头兵。张飞燕，你别嘚瑟，这军区的生意你能做，我钱斌更能做，明儿我就找人去把这单子抢过来。抢生意啊，随便抢。不过嘛，钱老板，我劝你最好先顾好你自个儿现在手头上的生意，别贪心不足蛇吞象，到时候捡了芝麻丢了蛙瓜。什么意思啊？你少在这儿给我阴阳怪气！喂，谁呀？什么？退单？全都要退？之前都谈的好好的生意，怎么说退就退？说咱们的砖头质量不过关？放他娘的狗屁！你马上通知下去，把人都给我稳住，我这就亲自过去跟他们面谈。活见鬼了！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忽然遇到这种事儿？难道真是这疯丫头在背后搞鬼？她还真有什么通天的靠山不成？不可能！这疯丫头就一个乡下泥腿子，怎么可能攀上军区的大人物？绝对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凑巧了。来，李总、王总、赵总，这杯我敬几位老哥哥，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对我钱某人的帮衬，干了！那个，我听说你们都要退单，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哎呀，老钱，我那工地最近资金周转不开，实在吃不下你那批货了。是啊，我那边上头说图纸得改，暂时用不上这规格的砖了。放屁！少跟我扯这些虚的！大家知根知底儿，我还不知道你们这帮老油条是怎么想的，不就是想趁火打劫压我的价吗？老钱，你这叫什么话？谁差你那三瓜两枣的？大家不说话是给你留面子，你要是这态度，那咱们这酒也没法喝了。得，刚才是老弟我心急，说错话了。咱们都是多少年的老伙计了，这样每批砖我再给各位让2分利，我自己亏本全当交朋友了，行不行？老钱，你快省省吧，别说让2分利，你今天就是倒贴钱白送，这批货我们也绝对不敢沾。真是邪了门了！张飞燕那个穷的叮当响的疯丫头，能塞给他们什么天大的好处？让这帮不见兔子不撒蝇的老油条这么死心塌地？送给军区大院的第一批货算下来，一共是1250块，再加上后面的订单，咱们今年少说能赚个5、6万。一年就5、6万？飞燕，之前是哥犯浑，差点听了外头那些人的屁话，要不是你硬扛下来，咱哪能赚这么多钱？我也是，不该听村里那些人的瞎话，就该相信你的。道啥歉？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等这第一批钱结清了，咱们立马把村里另一块废地盘下来，扩建砖窑厂。我要让10里8乡都用上咱们的砖。建厂的事儿先放放。燕子，你跟温言还没正办酒席呢，打算啥时候弄？这才是正经大事儿。我还真忘了这茬事儿。是该办了。是不是张飞燕那死丫头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不管她给你们多少，我钱斌出2倍，不，我出3倍。老钱，别折腾了，根本不是钱的事儿，是上头有人传话了，点名道姓要封你的路，所以我们才不敢收啊。不光是我们，整个县城都没人敢买你1块砖。你呀，这次是踢到铁板了。怎么可能？是谁？到底是谁？哎呦，马团长，是我老钱啊，没啥事儿，就是最近套了个清代的青花瓷瓶，我这粗人不懂行，想请您这位大专家给长长眼。对，我今晚带着东西去拜访您。马团长，这可是正经康熙年间的老物件，您看这成色不错，是件好货。马团长，
其实今天来，老弟还有个小事儿想求您帮忙。说，就是个叫张飞燕的乡下泼妇，不知道勾搭上了后勤的哪个阿猫阿狗，仗势欺人，把我的生意全给搅黄了。您可得给我做主啊！去，跟下面打个招呼，把那丫头的事儿办了。哼，张飞燕，你后台再硬，能硬得过我？整个军区就没几个比马团长还牛逼的。好大的狗胆！区区一个团长也敢动我的人！把电话给我，我亲自打给他。马团长，那死丫头嚣张得很，您可一定得给老弟出这口恶气。急什么？一个没背景的乡下女人罢了，还能翻了天去？团长，胡首长的电话。首长好，我是小马，您有什么指示？什么？首长，您听我解释，我真不知道那是您的人。喂，首长，马团长，咋了这是？是不是那死丫头解决了？我解决你！个王八蛋，坑死我了！哎呦，我的肚子！马团长，您这是干啥呀？你怎么不早说人家背后有胡首长罩着？老子差点被你害得乌纱帽不保！啥？胡首长？那个疯丫头咋可能跟首长搭上关系？来人，把这祸害给我扔出去！以后再敢上门，直接打断他的狗腿！完了，这下全完了啊！生意黄了，这下连靠山也没了，我这以后还咋混啊？钱斌那孙子现在欠了一屁股烂债，连厂子都抵出去了，现在穷得叮当响，正搁码头给人扛麻袋呢。看着这吸血的资本家落魄，真是太解气了。这回得多谢胡首长出手。恶有恶报，他那叫活该。不过，飞燕，我这几天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你说，胡首长和苏夫人凭啥对咱们家这么掏心掏肺的？帮你牵线拿下军区大单不说，还雷厉风行的把钱斌的靠山连根拔了。凭什么？就凭你之前卖给他的那些东西，那些大人物哪个不是人精，能这么做赔本买卖？是啊，我也纳闷呢。胡首长帮咱拉生意铺路，苏夫人更是恨不得把我当亲闺女疼。这世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们肯定是从咱身上有所图。对，咱家现在满打满算就一个刚起步的砖窑厂，根本斗不过人家。以后咱们还是和他们远一点，少欠点人情。燕子，不好了，砖窑厂那边出事儿了。哥，咋了？不知道打哪儿冒出一帮人，堵在砖窑厂外面，不知道是啥情况，你赶紧去看看吧。今天谁敢动张厂长的一块砖，先从我们爷俩尸体上踏过去！都给我住手！谁敢在我的地盘撒野？你就是张老板吧？您可算来了，我是城南建材站的老陈啊。这是定金，我要定2万块砖，不，5万块。张厂长，我们是红星机械厂基建科的，先给我供货，我现在就给全款。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厂长，军区大院那边的工程队可全传开了，说你们张家的砖不但结实的像铁疙瘩，从2楼摔下去连个白印子都不留。最绝的是面上还带着花儿，那压花样式整个县城独一份，盖出来的墙洋气的不行。最关键的是质量比别人好，价格还公道。大家伙现在可是抢破头都要用你们的货呀！张厂长，给我留1万块，我出高价插个队，先发我这边的货。吓死老子了，我还以为是钱斌那孙子找人来砸窑的，搞了半天是来送钱的财神的。大家伙静一静，听我说。
承蒙各位老板看得起，我张飞燕做生意讲究个踏踏实实，童叟无欺。今天不管各位要多少货，我都接了。但是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张家厂子现在规模有限，还不能立马供货。但大家放心，我们下个月就要扩建砖窑厂，加盖3口新窑，日夜倒班，加大供应量。只要大家按规矩排单子，我张飞燕担保，在座的各位老板人人都能按时拿到货，绝不断供。飞燕，经这一遭，咱们这就算是在整个县城里彻底打响名号了。这才哪到哪儿，好日子才刚刚开头呢。燕子，等等，我有话要跟你说。苏景川，哥，你跑这儿来发什么疯？燕子，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以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你原谅我好不好？只要你愿意，咱们这就领证结婚。结婚？当初是谁在大婚前一天当众逃婚，让全村看我笑话？又是谁一口一个疯子嫌弃的要命？怎么，现在看我厂子办红火了，就巴巴的摇着尾巴贴上来了？苏景川，你给我听好了，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我后悔了，燕子，我真的后悔了，求求你嫁给我吧，我以后一定对你好，我给你打理厂子，你以后就不用这么累了，在家养孩子带娃，等着收钱就行。嫁人，有一点你倒没说错，我确实要结婚了，可惜我的结婚对象不是你。张飞燕，你是不是瞎？放着我这正经八百的苏家长子不要，却要我妈捡回来的病秧子，还一个没爹没的东西能给你啥？你再说一遍，谁是狗？妈，到底怎么回事？20年前我爱人遭了难，给了你一大笔钱，托你把温言带回乡下避风头。你骗我们说孩子得疾病死了，结果呢？你拿着我们的救命钱，把我的亲骨肉扔在柴房里当牛做马，还逼着他替你这逃婚的废物儿子去当赘婿。我的儿啊，妈来晚了，妈真以为你不在了啊！把这毒妇交公案，贪污托孤款，虐待遗弃，够他把牢底坐穿。至于你不是最嫌贫爱富，做梦都想攀附权贵吗？我今天就彻底扒了你这身人模狗样的皮！整个城里哪家敢用你，就是跟我胡某人作对。燕子，村长说来你这上工，1个月真能给30块钱？那是，我和石头现在跟着张厂长，不仅顿顿吃肉，连自行车都买上了。没错，干得好的，出奇满的，月底我还发猪肉、发大米。今天登记，明天就干活领钱。好，我现在就登记。燕子，大伙儿以前猪油蒙了心，天天在背后骂你是疯丫头、败家子儿，我们真不是人啊！你不仅不记仇，还带着大伙儿挣大钱，你这明明是老天爷派下来救咱村的活菩萨、大贵人啊！过去的烂账不提了，只要大伙儿给我好好烧砖，我保你们家家户户顿顿吃上大白面馒头。登记表在哪儿呢？快把笔给我！燕子姐姐，祝你跟温言哥新婚快乐，早生贵子。谢谢石头。